用最炽烈的火焰焚尽旧世界的桎梏，一场跨越宿命的豪赌，再也无人可以阻挡时代的暴走。大家好，我是朱爱本，海贼王1054话炎帝已经更新，燎原之火席卷大海。船次郎，你也察觉到了吗？绝对不能让路飞阁下知道这件事。一起过来，老猫。都城喧嚣之外，危险正在逼近。绿牛踏着万紫千红，正在念叨着这次的猎物。能够影响他人的能力，这可不是想要就能轻易做到的。他的脚步突然被几个身影拦下，武士们敏锐地捕捉到前所未有的压迫感，一场遭遇战似乎无法避免。可别来妨碍我办事哦，武士们！是海军的人，也就是说，是路飞阁下在海外的敌人。各位，你们对外面的世界有多少了解？天龙人是这个世界的神，像你们这样没有加入世界政府的国家，不享有任何权利。海军最高战力毫不留手，瞬间催生出无数枝条，一声大喝就是山林倾覆，粗壮树干如灵蛇起舞，朝着武士们倾泻而去。可别恨我哦，这就是世界的法则。平地而起的群芳丛林，是生命编织的绿荫监狱，翠绿流淌过苍茫大地，原始奥秘如潮水奔涌，生机盎然，杀意沸腾。这一季静震森森，万物书生再造世间。我是生生果实能力者，如同大海一样的孕育生命之父，我即是自然本身。就让我来告诉你们吧，人类是其他生物为下等生物，才得以生存至今。如果不蔑视你们非加盟国，那所有人都活不下去。骑士给予了我们稳定，绿牛与丛林融为一体，变身巨大树人，向所有不识相的生物发动猛攻。船上快斩如风，猫腹蛇灵巧躲避，武士们一起奋力抵挡。这个国家不管死多少人，都不会触犯法律。有本事就来阻止我看看吧！只要能抓到草帽路飞，杀掉多少人我都无所谓。你刚才所说的一切，全都不可原谅。一抹雷霆划破天空，炸响反击强音。绿牛被重锤击倒，好痛啊！这家伙的霸气好强。和之国忍受了20年的暴政，如今终于自由了。我不会让任何人扰乱他们应得的庆祝。你又是谁啊？我叫大和，是凯多之子。出乎意料的家门，绿牛正在诧异，又是一个声音从半空袭来。说的没错，大和，我们不会让你碰到正在疗伤中的英雄们一根汗毛。热心。和之助口中似乎积聚起火光，准备给面前的树人来场毁灭烈焰。然而一番动静过后，却只是吐出了一团轻飘飘的气息。凯多所能使用的力量对他而言还是太过遥远。绿牛愣了一下，轻蔑地看着眼前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龙，这股压迫感已经足够让桃之助瑟瑟发抖。大和与武士们正想让桃子后退，没想到巨龙一个助跑，不顾一切地冲向树人。总之现在先把他带离都城，到一个不会被花之都发现的地方去，不能让民众感到不安。在下已经跟大家说好了。桃之助一口咬住绿牛的手臂，自知自己无法战胜这样的对手，却也坚决不想再让和之国遇到危险。绿牛盯着这荒唐的攻击，满脸不屑。粉色的龙真奇怪，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能力。少来碍事！绿牛再次发威，抡起无数枝干，顷刻间庞然大物也被牢牢捆住。情况危急，众人正准备上前解救桃子，他却急切地喊着：“大和，你不要出手！”这句话喊住了大和等人，桃之助似乎有别的打算。此时的和之国近海，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也悄悄到来。红发海贼团突破危险的海流，正在犹豫是否要入国。很奇怪，对吧？终于闯进来了啊！去见一见吧，老大。路飞现在已经是一名出色的海贼了，真是让人怀念啊！上一次来到这里，还是跟玉田分别的那天。桃子跟志和想必已经长大成人了吧？老大，咱们去见见路飞吧。那小子真厉害啊，了不起！等等，先别上岸，我还没有做好见乌索普的心理准备。还有，记得那个小鬼也在这里，对吧？那家伙不久前还找我们干架来着。眼前这片土地竟然汇聚着如此多的因缘，伙伴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和路飞见面了。香克斯一言不发，只是默默看着路飞的血闪令，纯白身姿散发着神秘气息，在嬉笑怒骂中战胜最强生物。曾经那个风车村的少年确实成长了，往事历历在目。多年以前，红发海贼团曾经遭遇了一艘政府军舰，并发起了猛攻。CP9 好像在上面，真是麻烦。没关系，我们上。红发海贼团击中军舰，双方随即爆发战斗。时任 CP9 特工的福之福非常不解，这艘船根本没有什么财宝，只有一颗恶魔果实而已。但显然海贼们不会空手而归。你在装什么傻？那是能变成橡胶的果实，对吧？激战过后，红发海贼团夺走了橡胶果实，来到了东海的风车村进行休整。村里的少年路飞总是藏在海贼们身边，憧憬着大海和一切冒险，不知不觉和所有人都成为了朋友。路飞总是喜欢坐在海岸边，听着香克斯讲着报纸上新鲜的冒险故事。终于到了改变命运的那一天，香克斯从近海之王嘴下救走了路飞，将自己的左臂堵在了新时代，挥洒了鲜血编织而成新的宿命，正在悄然改变这个世界。也许从来都不存在偶然。香克斯抚过断臂伤口，那场豪赌依然滚烫。老大他们好像认识草帽路飞，说起来，这个草帽路飞好像是一个万夫莫敌的猴子怪物，听说是个凶残的男人。船员们议论纷纷，传说正在往奇怪的方向发展。终于，香克斯发话了：“我没有去见路飞的打算。”大伙都非常吃惊，明明只差一点就能见到了。你们还记得我们领地现在的状况吗？
哦对，那个叫巴托还是啥的家伙吧，好像是路飞的部下之一，他把我们的旗子给烧了，换成了路飞的。这事要是不处理，别人还会信赖我吗？就算这么说，乔恩斯微笑着说完自己的决定。这种本不该由老大操心的小事，却突然被重视起来，就好像一个巧妙的借口。他默默走开，在本贝克曼身旁坐下。老搭档正埋头看着报纸，随手斟满一杯酒。无数冒险积攒下的默契，此刻也许没有人能比他更懂红发的心情。喂，贝克，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加入了这场争夺 One Piece 的大战。这片大海正在迎来剧烈暴走的时代。此时的海军本部正在为纷至沓来的情报忙得焦头烂额。我们不能再放任革命军继续肆无忌惮下去了。我当然知道，但眼下能够出动的兵力不够。世人都叫他炎帝萨博，那家伙现在成了全世界的英雄。南非鲁塔利·寇布拉是800年前创立世界政府的最初20人后裔中唯一参加了世界会议的成员。杀死这位大人物对于革命军来说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那传遍世界的报纸头版头条赫然刊登着这场刺杀行动，两名主角萨博和寇布拉的照片也因此被世人熟知。然而这起事件依然存在着诸多谜团。就在萨博行刺的几小时前，在天龙人居住的众神之地，革命军小队破坏了象征世界贵族的文章《天龙人之题》，以此来向天龙人宣战。但是身处圣地的两名大将绿牛和藤虎率领海军前来抓捕，结果天龙人的奴隶前革命军成员的巴索罗米修被成功救出，并且所有人全身而退。大将们在众神之地很难放开手脚去战斗，别给他们找借口了。科布拉国王被刺杀的同时，薇薇公主也失踪了。这个案子查得怎么样了？这两起事件的关联性目前还在调查中。海军犯罪搜查局局长黑马天成正在追踪圣地玛丽乔亚发生的诸多事件。阿拉巴斯坦现在大概一团混乱，他们的船还在红港，现在让他们回去还不是时候。对查尔罗斯圣行刺未遂的事解决了吗？关于穆斯加鲁德圣帮助嫌犯逃脱的事，在众神之地进行审判的时候，被神之骑士团突然介入，因此事情变得更复杂了。随他们去吧。有传言说，这一系列事件都是由萨博暗中策划。前几天发起的8国革命，似乎都瞄准了国王回国的时机。世界各地反叛的火种几乎同时开始燃烧起来。这些人仿佛把那家伙当成神一样崇拜，反抗天龙人压迫的自由意志如燎原之火席卷整片大海。人们将萨博的照片挂在广场最醒目的位置，高喊着炎帝大人，以最火热的精神鼓舞着每个部区的灵魂。萨博的人气已经超过了革命军总司令蒙奇蒂隆，影响力更胜一筹。与此同时，他的弟弟草帽路飞还成为了四皇。海贼的世界也跟我们一样，炎帝的弟弟把海贼腐朽的旧秩序破坏了。现在旧时代已经崩塌，新的时代到来了。毫无疑问，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在等待海军的应对。我在这种鬼时候当上了海军元帅，但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我都会了结他们。以上就是海贼王1054话的全部内容啦。下周不休刊。经过1个月的休整，海贼王恢复更新后，又把剧情往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之前在圣地玛丽乔亚发生的事件，终于透露出了部分真相。萨博不仅没有出事，甚至和路飞一样，再次大大提升了影响力。但这场刺杀行动中，还有一些未公开的秘密。新名词神之骑士团出现，更加耐人寻味。另外一边，绿牛在和之国的战斗如何收场？红发海贼团接下来又会如何行动？下一期我们来聊本话的伏笔与细节，敬请期待。